大家好，欢迎回到宋说新语。那今天啊，英国选出了新的首相，就是印度裔的苏纳克。我们上一期讲过的这个消息传到印度啊，新德里就热闹了，沸腾了，可以说，就让我想起啊，1976年12月的那首歌曲叫《北京的喜讯传边寨》啊，讲的是什么呢？讲的是四人帮被粉碎啊，传到了各地啊，人民欢欣鼓舞。今年呢，没有这样的喜讯了哈。那当然，印度人民有了自己的喜讯，一个印度裔，一个殖民地的孩子啊，后代当了原来统治他们那个国家的领袖，这是多么惊人的事儿啊！那么上一次的高兴是什么时候呢？是贺锦丽，就是那个哈里斯，一张嘴哈哈哈大笑那姐们儿，她有一半的印度血统啊，所以哈里斯当了美国的副总统之后，印度人民依然是欢欣鼓舞，也是非常高兴。那这一次更是个大消息了，那副总统和这个正首相还是没法比的嘛，对吧？那现在呢，这个苏纳克呢，终于不负众望。为什么不负众望呢？也不负我的希望。在苏纳克和这个特拉斯啊竞选英国首相的时候，我当时是看好苏纳克的。我上一期也讲过，我特意准备了好多素材，准备讲讲这哥们儿。结果不争气啊，让人家那个是吧？特拉斯上去了。哎，这回呢，终于又找到机会了。哎，大家现在看到的照片呢，是他和他的夫人的合影。那他的夫人呢，也是一位印度裔的。我们为什么讲这个事儿在印度影响那么深呢？他虽然是生在英国，但是他的祖父母是印度人，他的父母呢应该是生在这个东非，后来到了英国开始做生意，而他呢是纯纯的生在英国，但是呢他是印度教的，他信仰印度教那他创造了很多第一，他不光是印度，他不光是英国最年轻的首相，也是第一位信印度教的首相。也是第一位非白人的首相，可能你还数出很多第一来，不是说是不是第一个麻省理工的呀，是吧？是麻省理工还是斯坦福啊？斯坦福的，他斯坦福上学的，对。所以苏纳克呢，他这次看起来呢是递进，是吧？前面那个辞职了，那他上次竞选没成功，这次递进。实际上呢，这里边也有很多的说到的地方，比如说我们讲这个约翰逊匆匆忙忙度假回来以后呢，怎么就放弃了呢？哎，据说呢，他和这个苏纳克呢达成了一个谅解合作，哎，就是说有可能说呢，在下一次正式选举的时候，双方呢给予一个互相的支持，怎么个支持法没说啊，起码从他们那个推特上看出来啊，这俩哥们在推特上的互动呢还没有恶语相向，看起来呢，哎，面子都给了，那说明呢还是有一定交易的。这个苏纳克呢，实际上很多人都说呀，苏纳克哪是印度人啊，那就是个英国精英的教育，是吧？但是呢，他是印度精英的教育，他确实是100%的印度血统我们讲啊，就是说，如果你一定要找一个印度贫民窟出来的当了英国的首相，那个就更非典型了。现在的世界啊，它不是那样的那么一个情况，是吧？苏纳克呢，他是在南校工学就读可以说是学生会代表，后来又上大学到牛津学院读硕士呢，又到这个斯坦福商学院读工商管理这个 MBA 一直到后来呢。进了高盛，是吧？那在高盛期间呢，他实际上职位并不高，哎，直到后来呢，卡梅伦当首相之后呢，重用这个少数派的这些，哎，就是说这些年轻人，哎，他就被提上来了。他当财相的时候才39岁，你想想，财政大臣相当于中国的相当于国务院副总理、财政部长这一级的，他才39岁所以呢，这哥们儿呢也是。你可以说呀，这个在危机时期上任2020年2月担任财相。说实话，无论是左派和右派，在疫情期间上任的这些人都不好看，往往都没有好结果。说实话，因为在这个疫情又加上后来的叠加的俄乌战争的情况下，有时候很多事情不是一个人能力能决定的，更何况如果没有能力就更不要说了。这哥们儿呢还是属于有能力的，我觉得，哎，他起码是有信心、有承诺。竭尽所能的希望呢，这个减缓英国老百姓的负担。那当然说，后来呢，就是说派对门这个事件，派对门是怎么回事呢？就是约翰逊他在疫情期间顶风作案，招了好多人在一块儿开派对。哎，派对门的时候呢，约翰逊受到了这个影响。那他一开始没受影响，后来说苏纳克也在里边，所以呢，苏纳克也受到了影响。随着后来这个像疫情能源危机、乌克兰战争等等等等，它的受欢迎程度呢就明显下降了那么出生在1980年的这么年轻的一个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首相，
它确实是开创了一个新的阶段，一个新的时期。我们不要看他过去做过什么，我们要看他未来做什么，是吧？就好像那位一样，他过去是什么样，他现在什么样的，你能想到吗？你根本就想不到，几亿人、十几亿人都想不到。所以呢，你看苏纳克也是这样的。我们现在诟病苏纳克的更多的是什么呢？比如说苏纳克的老婆一直是坚持他是印度户口。为什么是印度户口呢？因为他是 InfoSeek 搞 IT 的朋友可能都知道 InfoSeek， 他是 InfoSeek 的女婿苏纳克他娶了 InfoSeek 的独生女，好像是你想想，印度最有钱的人的女婿就这位女士那他为了避税呢，他老婆呢就一直是以印度裔的身份在交税，给英国交的税很少。这也是上一次他和特拉斯竞争的时候呢被诟病的地方。第二个呢，就是你这个身份是吧？你看你这个亿万富翁的这种身份，然后呢，你又是这种怎么说呢？这个少数派的这种东西，所以你要是当上英国的首相，其实是在英国呀，左的那一边或右的那一边竞争非常激烈，右的是依然很严重的。但是呢，好像英国的风气还就这样，这种少数的人呢还受欢迎。年轻人受欢迎，这个保守党呢，可能他们说的是保守党，但是保守党推出的这些人，你看上一个那个特拉斯多愣的一个女士是吧？现在要推出更年轻的苏纳克，我觉得不能把这个老牌的这个大英帝国当成就是特别僵化的。现在看起来呢，我们不认为他们是在试错他们是在呢将一个少数派成员放到最有权势的办公室，是他们一个最大胆的这么一个让国家破壳的这么一个举动。那当然印度人更欢欣鼓舞了，是吧？那么在印度他们自己都感叹，在印度如果是个少数族裔的能当了印度的总理，太不可思议了。那为什么在英国就能呢？是吧？我们殖民地的人民到了我们宗主国当了总理，所以我们说伦敦的喜讯传德里，这标题上这个意思就是这么回事。当然了，印度人民有喜讯我们呢只能羡慕嫉妒恨了，是吧？那对于全印度人来说呢，这确实是今天是一个欢欣鼓舞的时刻那后边我们都会是大家可能都在问，印度人干了哪些事儿？为什么又是印度人，对吧？那你要说，苏纳克是富翁的女婿他是这个。他属于非典型的成功他接受了一系列的英国精英教育，他哪能说是这个少数族裔的成功呢？那分明就是英国精英教育的成功。那好吧，那我们看看在美国那之前呢，可能有很多人都讨论过，为什么在美国高科技企业也好，还有一些其他的行业的领袖都是印度裔人，而这些印度人很多都是出生在印度，在印度上的大学，就是那个著名的理工学院，和苏纳克是完全不一样的。那他们依然成功了。所以呢，这里边我们在吐槽别人的时候还是要反思一下因为很多朋友都准备润出去，或者已经在国外了，可能他们的感受呢比我更深。那么印度在很多方面，像我们耳熟能详的谷歌、微软、摩托罗拉、诺基亚、软银奥多比SanDisk、百事可乐、联合利华、万事达、标准普尔，好吗？我一口气说不上来。还有很多的印度大学印度人当了大学的校长，包括哈佛、西北、纽约大学，什么乔治敦包括在政界这个就是前面说的那个副总统其实哈里斯呢，如果按照前面标准来说呢，他在美国也是典型的这个精英教育的，父母呢确实地位都比较高，但是呢，你依然看到他父母可不是带着那么高的地位到了美国的，依然是父母那一代经过了奋斗那当然我们前面讲的那么的 CEO 都是创一代都是一代都成了世界500强、世界最顶级公司的 CEO。所以呢，我们在我说黑印度人在吐槽印度人的时候，必须想一想，为什么我们华人喜欢扎堆儿，印度人很多呢？他喜欢分散着住，是吧？你看他不需要等到第二代，第一代就成功了所以呢，他们实现了自己的美国梦也好，英国梦也好基于各种各样的情况离开了母国，但是呢，他们依然过上了更精彩的生活。所以呢，在这种像那种种姓制度那么混乱无比的这个印度的社会出来的人，到了美国，到了英国，到了其他的这个自由世界国家，能打开一片天地来，你会感到我们主流媒体诟病的那些美国梦、英国梦，它是很现实的，实际上它可能比某些梦更现实
所以啊，这个很多我们的朋友身边人啊，都包括这个我儿子可能都不太喜欢这个印度人啊，觉得印度人呢比较尖啊，有的是说呢不讲卫生啊，等等等等啊，各种各样的毛病多的是。你挑印度人的毛病，你挑10条、挑20条、挑50条可能都能挑出来，但是呢，它就存在这么一个现象，它存在它的这个高端人口可以说啊，在精英群中啊获得了可以说不亚于华人，甚至我现在看起来呢是超过华人的这么一个成功啊。有些人认为呢是语言的优势啊，英国的殖民带来了印度人语言的优势。大家听过印度人讲英语啊，是吧？实际上不是那样的啊，在印度啊，只有2%的人是以英语作为母语的。80%的印度人啊，他是印度语和各个邦的其他的语言。印度语言那是估计让外星人都会头疼的一个国家啊。所以呢，大家不要以为啊，就归结到啊，印度是做外协的啊，印度英语好，所以印度人就怎么样怎么样了，还真不是啊。那么他们到美国或者到印度之后啊，他们后续的奋斗和努力才是关键的。你比如说，刚才前面我们讲过的，他们散居是吧？他们呢走南闯北，不在一个地方待着啊。很多人呢就是说跟着父母啊，跟着家庭呢，和很多的社区、很多的这个不同的地方的人沟通打交道，所以每隔一次搬一次家，他们就认识一些人。所以很多印度裔的人居住不是很集中，也是能带来这么一个好处。他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创建自己的人脉和生态系统，你这样就能应对不同的环境和挑战，能够适应这种多元文化的基因，他就有了一个比较强的交朋友沟通能力，而不是像华人到一个地方只找有中国人说话的地方，只找华人超市，你最后把自己就陷在一个小圈子里边，你就用微信，用微信也行，温哥华不就当华人市场了是吧？微信也立功了哈。那现在要说回来啊，说第二个呢，我觉得是语言优势啊，就是说是后天练出来的，我认为可能更多。比如说咱们华人在美国也好啊，在其他国家，在这个像这个数学竞赛啊、奥数啊各方面来说呢，华人可能占的比例是比较高的。但是呢，印度人啊，他们在在美国连续13年的拼字比赛中都拿到了第1名。所以你看看这个也是很有意思的。印度人呢，他更注重孩子这个均衡的这么一个发展。你像这个学英语，大家都在学，我们的孩子呢，从在国内开始学，出国以后呢，那肯定是更加强了。但是呢，你是不是把它做一个重要的事来做？沟通能力可能比你这个某一项版的聪明啊更重要啊。那当然了，这些呢都是我个人的一点看法啊，包括呢在过去啊大家形成的一些固定的一些对印度人的一些看法，包括华人之间的和印度人的比较。但是不管怎么说呢，事实就摆在眼前啊，曾经是殖民地的印度啊，这个苏纳克他的印度裔的后人啊，苏纳克的祖父母从东非移民到了美国，移民到了英国，而他的父母呢，在英国又开始成长，开药店，养了这么一个杰出的儿子。这就是苏纳克的故事，这就是英国的少数族裔成功的故事。好的，关于苏纳克在英国当选为保守党领袖并成为首相的这个消息呢，跟大家聊到这儿，谢谢您的收看，咱们下次再见，拜拜。